别再把洗澡当成无关紧要的日常小事了。对于50岁以后的人来说，这件每天都要做的事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影响寿命的隐形陷阱。很多人总觉得洗个热水澡可以放松解乏，非常舒服。可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温热的水流包裹全身的瞬间，你的心血管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。血管就像橡皮管一样被热力撑开，迅速扩张，大量血液猛然涌向皮肤表面，内脏的供血瞬间减少。为了维持正常血压，你的心脏被迫超负荷工作，拼命加速泵血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、冠心病等问题，这不就像让一辆年久失修的老爷车突然上高速公路狂奔吗？风险有多高，可想而知。更危险的是脑部供血不足的隐患。热水让血管扩张，血压跟着骤降，大脑会在几秒内陷入缺血状态。别以为只是小问题，对于年过半百的人而言，身体的平衡感早已不如年轻时。就在你感到一阵眩晕、脚下一软的瞬间，一场可怕的跌倒可能已经无法避免。有人洗澡时突然眼前发黑，一头栽倒在浴室地上，轻则骨折重伤，重则因此失去行动能力，此后余生只能卧床。要知道，老年人一旦因摔倒造成髋骨骨折，往往预后不良，寿命大受影响。有统计显示，高龄者髋骨骨折后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2%到3%。换句话说，一位老人如果不幸摔断髋骨，1年内就有将近30%的风险无法存活。可见一场跌倒对老年人的威胁究竟有多大。或许你也注意过，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一洗完澡就觉得全身无力，心跳慌乱，还以为是累着了。其实这正是身体在向你发出警告，你的洗澡方式出问题了。洗澡时大量出汗，身体津液迅速流失，心脏负担加重。中医很早就提醒过，汗为心之液，洗澡出汗过多，本质上就是在耗伤心，阳心气。年轻时身强体壮，也许你能扛过去，可人过50，身体的代偿能力早已大不如前。这种过度消耗日积月累，只会一点点拖垮你的元气。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吓人？洗澡这件小事竟然真的可能影响寿命。事实证明，我们确实不可掉以轻心。日本每年冬天都会发生许多老人洗澡猝死的事件。2016年，日本有5228人因在浴缸中洗澡而溺毙，其中4821人是老年人。这一数字竟然超过当年日本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。甚至有统计指出，日本每年因为沐浴时发生热休克等原因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近2万，不是200，不是2000，而是足足将近2万条人命。就这样断送在浴室里，浴室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暗藏杀机，其危险程度让人瞠目结舌。所以过了50岁，千万别再对洗澡掉以轻心。我们今天就把话说透，医生再三强调的洗澡4不要，究竟是哪4不要？又有多少中老年人没留意这些禁忌而栽了跟头？接下来我们就一条条揭开浴室中隐藏的杀机，讲清楚每一个不要背后的真相。如果以下几条你记不住，那么宁可少洗一次澡，也千万别拿自己的健康去冒险。1. 大汗淋漓时，不要立刻冲冷水澡。炎炎夏日，你从户外归来，满身大汗，第一反应是不是想痛痛快快冲个凉？冰凉的水花倾泻而下，那种刺激和畅快让人浑身舒爽。不过千万别被这片刻的凉快冲昏头，大汗淋漓时马上洗冷水澡，潜伏着致命危机。人在剧烈运动或高温环境下大汗淋漓时，毛孔是张开的，血管也处于扩张状态。这时候突然冲冷水会发生什么？刺骨的冷水会让皮肤和上呼吸道的血管瞬间收缩，毛孔骤然闭合，体内循环血量随之减少，心脏猛然感到供血不足，会反射性的加快心跳，血压也跟着剧烈波动。一冷一热的强烈刺激之下，心血管系统猝不及防，容易引发心律不整，甚至诱发心绞痛、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等严重问题。对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而言，这种骤冷刺激犹如当头棒喝，极可能带来致命后果。而即便对于平时身体健康的人，突然的冷水浴也可能造成头痛、心悸，甚至让人一时间眼前发黑、站立不稳。事实上，
生活中因大寒后冷水澡酿成的悲剧并非危言耸听。不久前新闻就报道了一起令人痛惜的案例，一位54岁的男子在打完篮球大汗淋漓后回家，图一时痛快立刻冲了冷水澡，没想到洗完没多久便突感胸痛倒地，送医后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，最终不幸离世。医生指出，罪魁祸首正是剧烈运动后突然遭遇冷水刺激，导致血管急剧收缩，心脏供血不足而引发了意外。这件事给所有人大敲警钟，千万别在大汗淋漓时贸然洗澡，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另外，大汗淋漓时立即洗澡也不利于皮肤健康。中医有句话叫做汗出见湿则一身痤疮，意思是刚出了一身汗又马上碰水，容易长痱子生疹子。事实确实如此，汗水混合皮脂覆盖在皮肤表面，如果马上冲水，汗液和油脂混在一起，反而可能阻塞毛孔，诱发痱子或毛囊炎等皮肤问题。很多喜欢运动的人夏天身上长痘长疮，其实就是因为运动后没注意正确的清洁方式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可见大寒后立刻洗澡，从内到外都有害无益。那有人问了，我不用冷水，用热水洗总可以了吧？事实上，大汗淋漓时也不宜立即洗热水澡，因为此时体内血液已大量流向皮肤表层，如果马上洗热水澡，血管会进一步扩张，更多血液跑到体表，内脏器官可能出现暂时性的供血不足，容易感到头晕胸闷。同时，洗热水澡本身会让人流更多汗，加剧体液流失。如果本身处于脱水或低血糖状态，这样做一样可能导致虚脱甚至昏厥。可以说，大寒后无论冷水澡还是热水澡都不建议立即进行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其实很简单，稍微休息，等汗退了再洗。运动或劳动完毕，先用干毛巾擦去汗水，找个阴凉通风处坐下，让身体平复10几分钟左右，再进浴室洗澡最好。不管天气多热，也尽量只用温水而非冷水洗浴。温水既能清洁身体，又不至于对心血管造成过激的刺激。洗澡水温以略高于体温，约摄氏40度以内为宜，千万别为了一时畅快用极冷或极烫的水。洗澡时长也不宜过久，以15分钟以内为佳。千万记住，贪图一时的痛快，可能付出沉重代价，凉一时，毁一世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某某90岁老爷爷天天冷水澡，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？不错，确实有极少数体质极佳的长寿老人热衷冷水浴或冬泳，但那是他们多年锻炼出的适应能力，绝不能作为普遍榜样。对绝大多数普通中老年人来说，盲目效仿只会非常危险。一旦洗澡时出现胸闷、心慌、头晕等不适症状，要立即停止，迅速擦干身体，保暖休息，必要时及时就医。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碰运气。2. 饱餐之后不要马上洗澡，刚吃饱饭就洗澡，这个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举动，其实隐藏着健康风险。饭后觉得困倦，想冲澡提神，或忙碌了一天，趁晚饭后洗个热水澡放松，听起来很享受，但对中老年人来说，这恰恰是一大禁忌。饱餐后立刻洗澡，看似平常，实则对健康非常不利。我们的消化系统在饭后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来处理食物。你刚吃下一顿丰盛的晚餐，胃肠正在卖力的蠕动消化，体内大量血液正流向消化道，帮助吸收养分。这个时候跑去洗热水澡，会发生什么？和前面类似，热水使皮肤血管扩张，大量血液被驱赶到全身皮肤，如此一来，留给肠胃的血液就明显不够用了。很多人饭后一洗澡就觉得肚子胀胀的不舒服，就是因为正在消化的胃肠突然供血不足，蠕动减慢，引起了消化不良。更严重的是，饭后洗澡会让心脏同时面临双重压力，一方面要维持肠胃的消化供血，另一方面还得照顾皮肤扩张的血管，把血液输送到全身体表。这就好比让一个人同时做2件繁重的工作，不出差错才怪。对于心功能本就不好的中老年人来说，饭后贸然洗澡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医院里就曾收治过心脏病患者，就是在饭后洗澡时突发心肌梗塞，被紧急送进加护病房抢救。究其原因，
正是心脏在饭后洗澡时承受了过大的负荷，冠状动脉供血不足，最终引发了意外。即使对于没有心脏病的人，刚吃完饭立刻洗澡也存在隐患，因为大量血液跑去皮肤，脑部可能一时供血不足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，饭后马上洗热水澡，会感到头昏眼花，四肢乏力，这就是大脑缺血的表现。如果此时浴室密闭，空气不流通，晕厥跌倒的风险就更高了。试想，一个人如果在浴室晕倒滑倒，周围又没有别的人及时发现，那可真是凶多吉少。除了心脑风险之外，饭后立刻洗澡还可能干扰正常的消化进程。中医讲究胃不和则卧不安，意思是如果妨碍了胃的工作，整个人状态都会不好。饭后马上洗澡就是在跟胃肠抢资源，长期如此，消化功能可能逐渐紊乱，对营养吸收也有影响。另外提醒，空腹时也不宜洗澡。如果肚子很饿的时候洗澡，情况其实和饭后相似。空腹时血糖本就偏低，洗澡过程中身体消耗增加，血糖会进一步下降，容易引起头晕、心慌、出虚汗等低血糖症状。严重时甚至可能发生晕厥，造成跌倒伤害。所以最好不要饿着肚子洗澡。洗澡前可以先适当进食垫垫肚子，确保体力充沛再洗。总之，无论太饱还是太饿，都不是洗澡的好时机。那么饭后该等多久才能洗澡呢？一般建议饭后至少休息半小时到1小时再进行洗浴，这样可以让胃里的食物初步消化，血液流动趋于平衡，减轻洗澡时心脏和消化系统的冲突。如果吃得特别饱，等待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。总之，饭后不宜立即洗澡是铁律之一。顺带一提，我们从小就被长辈告诫，饭后不要马上游泳，否则容易抽筋溺水。其实这个道理和饭后不洗澡是一样的。饭后马上游泳，需要肌肉运动和皮肤散热双重分流血液，再加上水压对循环的影响，更容易出问题。而饭后洗澡虽然没有剧烈运动，但血液重新分配的机制相似，也潜藏风险。所以无论中外养生的经验都告诉我们，吃饱了就该好好休息，别折腾自己。一句话，饭后不急洗，方为养生之道。3，不要洗澡过于频繁。许多爱干净的人习惯天天洗澡，甚至一天早晚各洗一次。他们觉得这样才卫生，才舒服，仿佛每天不洗就浑身不自在。然而，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洗澡可不是越频繁越好。过于频繁的洗澡，反而可能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寿命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皮肤发生了很多变化。首先，皮脂腺分泌明显减少，皮肤表面的油脂变少了，皮肤容易干燥。其次，角质层逐渐变薄，皮肤的保水和抵抗能力下降。年轻人皮肤油脂多，角质厚，每天洗澡也许没问题，甚至一天洗2次也不觉得怎样，但中老年人的皮肤就娇嫩得多了。如果还是按照年轻时那样频繁的洗澡、搓洗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洗澡，尤其热水澡加上肥皂或沐浴露，其实是在冲刷掉皮肤表面的皮脂膜。这层皮脂膜是皮肤的天然保护屏障，能锁住水分，防止细菌入侵，维持皮肤健康。洗澡太勤，皮脂膜来不及恢复，就一次次被洗去，结果皮肤会变得干燥紧绷，失去光泽和弹性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这种体验。冬天天气干冷时，如果每天洗澡，皮肤常常干痒难耐，甚至抓出血来。这就是因为过度清洗，让皮肤油脂流失殆尽，角质层受损，于是出现干裂、瘙痒，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湿疹、皮肤感染等问题。要知道，皮肤可是抵御外界侵害的第一道防线，皮肤太干燥，屏障受损，就好比城墙出现裂缝，各种细菌和刺激物就容易乘虚而入。老年人皮肤一旦干裂破皮，很可能引发感染，尤其对于患有糖尿病等免疫力较弱的长者，一处小小的皮肤破口都可能演变成严重的蜂窝性组织炎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数据显示，老年人因皮肤感染入院的病例并不少见，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由过度洗澡、皮肤干裂引发的。换句话说，洗澡频繁不一定能让你更健康，
反而可能埋下新的健康隐患。另一方面，过度清洁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。皮肤上原本存在着许多对人体有益的共生菌，它们能抑制有害微生物滋长，但频繁使用热水和肥皂会将这些有益菌一同清除，反而给了真菌、坏菌可乘之机。银发族皮脂分泌少，免疫力弱，一旦皮肤菌丛失衡，更容易出现真菌感染，例如香港脚之类的问题。另外，洗澡本身对老年人而言也是一件耗费体力和存在风险的事。如果身体虚弱、平衡力差，每天洗澡反复进出湿滑的浴室，反而更容易疲惫甚至滑倒。我们前面提到，洗澡过程本身可能导致头昏摔倒等危险。如果没有必要，实在没必要天天折腾自己，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中，特别是天冷的时候，为了洗澡把衣服脱光光，身体一冷一热，也是对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的考验。不少长寿老人都表示，他们并非每天洗澡，有的只是一周洗1-2次，全身清洁一番就好，其他时间简单擦擦身体。毕竟不洗澡从来不会要了人的命，但洗澡有时却会出人命，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，如果活动量不大，完全可以3-5天甚至1周洗1次澡都没问题，不必勉强自己天天洗。反之，盛夏高温季节，如果每天确实大量出汗，洗澡的频率适当提高也无可厚非。但即使如此，也务必遵循我们前面提到的安全原则，例如大寒后先休息等，切莫因为天热心急洗澡反而出事。日本一位知名老年医学专家大冢宣夫甚至幽默地说过，人如果得一直活下去，那将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他的理念是，上了年纪后，生活不妨随心所欲一些，减轻不必要的负担，比如洗澡，就没必要每天都洗。对老人本人和照护者而言，每3天左右洗一次已经足够，身心会轻松许多。这番话乍听惊人，但也提醒我们，长寿的一个秘诀其实就是学会适当偷懒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觉得不洗浑身不舒服，要每天洗澡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请务必注意方式，尽量缩短每次洗澡时间，不要把水温调得太高，选用温和滋润型的洁肤产品。洗完澡后也要及时使用润肤乳液，帮助皮肤锁住水分。只要方法得当，即使天天洗，对皮肤的伤害也能降到最低。关键在于适度遏制，根据身体情况调整洗澡频率，而非一味的追求频繁。4. 不要过度搓澡。搓泥几乎是很多中国人洗澡的传统，尤其老一辈人总觉得洗澡就得用力搓，把皮肤搓得红红的，搓出一层泥来才算干净。年轻时皮厚，经得起折腾，您爱怎么搓就怎么搓。可人上了年纪，要是还这么大力搓澡，就非常危险了。随着年龄增大，我们皮肤的表皮和真皮都在变薄，皮肤下的微血管也变得更加脆弱。一旦用力摩擦皮肤，就很容易擦伤、擦破，甚至磨出血来。年轻人皮肤有损伤，往往愈合得快，但老年人皮肤一旦破了，可就没那么容易长好了。更可怕的是，皮肤被搓得红肿破损后，细菌可能乘虚而入，引发感染。曾经有位老人洗澡时用力搓背，不小心把背上的一颗痣都擦破出血了，结果局部发生感染，最后发展成蜂窝性组织炎，在医院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控制住。像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，中老年人的皮肤脆弱，一点小伤口都可能酿成大麻烦。即便没有造成明显的外伤，过度搓澡也会带来其他问题。皮肤表面的皮脂和角质层会被过度摩擦破坏掉，导致洗澡后皮肤干涩刺痛。很多人洗完澡觉得皮肤又干又痒，往往就是因为搓澡太用力，让皮肤屏障受损了。此外，猛烈的摩擦还可能引起皮肤局部的炎症反应，导致红疹、色素沉着，得不偿失。老话说，过犹不及，用在搓澡这件事上再贴切不过。过度清洁和摩擦反而让皮肤变得更差，这可就适得其反了。其实，人体皮肤自己有一套更新机制，正常情况下，皮肤角质层会定期代谢脱落，不需要我们大动干戈去搓。有人开玩笑说，那些搓下来的所谓泥垢，
大半其实是你自己的皮屑和皮脂被你硬生生搓下来的，你越搓皮肤就越薄越干，然后又觉得好多泥，继续更用力的搓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中老年人一定要打破这个循环，改一改多年来大力搓澡的习惯了。在北方地区，每逢岁末还有腊月24洗澡的习俗，寓意辞旧迎新，这对于老人而言也未尝不可，但一定要注意洗澡时不要过度疲劳，更不可用力猛搓，以免好事变坏事。毕竟平平安安干干净净迎新年比什么都重要。老祖宗也讲究洗澡只洗7分净就好，意思是不要把自己洗得过于干净，一尘不染，反而破坏了身体的自然平衡。皮肤表面的油脂和正常菌群是身体的护城河，留一点保护伞在身上，反而更健康长寿。那么中老年人该如何正确清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轻轻洗，慢慢淋，可以使用柔软的浴巾或海绵轻轻擦拭身体，取代粗糙的搓澡巾的猛力摩擦，清洁重点部位即可，没必要把全身皮肤当成锅底来刷。如果想通过洗澡来活络筋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不妨采用温水浸泡或者轻柔按摩的方式，这比用力搓澡安全有效得多。洗完后皮肤没有刺痛感，没有红一大片，就说明你的力度是合适的，这样既能保持清洁，又能最大程度保护皮肤不受伤害。记住，清洁不是靠搓出来的，适度的清洗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健康从来不是靠一句口号，而是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。洗澡这件小事亦是如此，不要等意外发生才追悔莫及。我们总结了这4不要，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提前防范那些看不见的风险。当然，除了以上提到的几个不要，想要安全洗澡，还有几个要也需要牢记。第一，要选对时间，建议将洗澡安排在下午3点到4点左右。这段时间人体体温较高，心血管状态相对平稳，洗澡时更不容易出意外。尽量避免空腹一早起来就洗澡，劳累了一天到深夜才洗澡，也不要在刚喝完酒醉醺醺时洗澡。第二，洗澡前要先暖后洗。冬天洗澡前提前10分钟打开浴霸或暖气，把浴室预热到25度上下。如果没有取暖设备，也可以提前将热水淋洒在浴室地面和墙壁上，提高环境温度。千万不要在冰冷的浴室里脱衣服、冲热水，那种冷热反差对血管的刺激太大，很可能诱发我们前面提到的热休克危机。保持浴室温暖，洗澡过程关门不关紧，留点缝透气，这些都是必要的安全举措。洗澡水温控制在不超过摄氏42度，既能洗干净又不至于过热。另外，相较于淋浴，泡澡对心血管的挑战更大。长时间浸泡在热水中会使核心体温不断升高，心脏负担更重，因此中老年人应尽量少选择长时间泡澡。如果要泡汤、泡温泉，水温务必调低一些，浸泡时间也不要过长，并且最好有家人陪同照看，避免意外发生。许多浴室猝死的案例，往往就是发生在老人独自长时间泡热水澡时。切记，泡澡虽舒适，更需适可而止。第三，姿势要正确，做好防护。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，或者任何平衡能力差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，坐着洗澡会更加安全。可以在浴室放一张防滑沐浴椅，人坐在椅子上淋浴清洗，能大大降低跌倒的风险。别觉得坐着洗不干净，其实只要冲洗到位，坐着反而能洗得更仔细。除了坐姿，浴室里最好再铺上一块防滑垫，避免地面湿滑摔倒。有条件的家庭还可以在浴室墙上安装扶手，方便老人扶着站起坐下。洗澡时也尽量不要上锁，不要完全封闭门窗。如果家中有老人单独洗澡，家人最好隔个几分钟就关切地喊一声，敲敲门。一旦里面没有回应，要立即警觉并设法进入救援。这些细小的举措都是在为生命安全上保险。人到了中年老年，就要学会顺应身体机能的变化，在生活习惯上做出相应的调整。许多年轻时毫无问题的举动，年老后可能就会变得危险。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而是生命的自然规律。我们并不是要剥夺洗澡这件事的享受，
而是希望大家能用更安全、更智慧的方式来洗澡。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洗澡依然可以像年轻时一样让人舒畅，而且更添安心。总而言之，50岁以后，洗澡真的不能再马虎，牢牢记住洗澡是不要的原则，同时注意上述这些安全要点，这就是在替自己的健康上锁，为家人的安心加分。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事，远离那些隐藏的大患，平平安安享受每一次洗澡带来的舒畅、安度、健康、幸福的晚年。